关注大度，也拜福。So what's up？ 我是大度，我手上的这台微星绝影14啊，是我认为在今年唯一一台可以和 ROG 的幻14直面竞争的机器哈。13900H 加410显卡加16G 内存再加 1TB 硬盘的价格，刚好也是和幻14首发价一模一样的10999啊。但我相信这台机器在上市的时候，其实幻14的内心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波动吧？我觉得会有波动的应该是在它的 i7 版本首发价13999购入的那些大冤种们吧，现在肯定已经想去微信的那个门店去拉横幅了吧？因为我现在的所有的视频大部分都是由婷姐在剪辑，那她现在用的那台 Y90P 加上了适配器的话是7斤左右的一个旅行重量哈。对于她这个柔弱的女生来说，确实背着有一点重了，所以说呢，就有一点想换一台14寸的小机器来试一下到底怎么样。于是呢，我就在绝影14、幻14、MacBook Pro 14这3台里面机器纠结，最后选择了它。第一个理由就是我在下单这台机器的时候，幻14依旧处于跳票阶段，它没有上市。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这台机器它是英特尔的 CPU， 然后第三个就是这台机器是14寸的小钢炮里面唯一一台可以2条内存都能扩展的机器啊，把它扩展到32或者是64G 的话，很重的生产力的人群啊来说都是有非常好的帮助的。第四个点就是婷姐现在啊，她连 Win 都还没怎么整明白，所以说直接让她去用 Mac， 她可能有点不咋懂啊，所以呢，这些所有的一个偶然就变成了这台机器到我手上的必然。然后我用了20多天的样子吧，这20多天整个一个体验该怎么说呢？就是硬件一流，但是软件好吧，所以准备好你们的瓜子花生啊，我们准备开始。第一，外观外设接口重量，不得不说微星在做机这一块还是很有见解的哈。整机的一个熊猫配色，即使我是一个纯白控，也会觉得哇哦很养眼哈。然后它 A 面的这个涂层也很有趣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在不同的光线角度，看到没有？青色、粉色和白色之间切换都是这种很淡雅、很高级的颜色。这个16:10的屏幕参数我就直接打在旁边。除了这个400尼特的亮度略低以外，其他都是满分的表现。日常的娱乐、游戏、调色啥的都是妥妥的啊，爽用就可以。但是屏幕这一面给人精致感不是很足啊，主要原因就是这个比较宽的上把和下把拉低了分数。这个机器的 C 面如果只是远观的话，我会给它一个很高的分数啊，因为它这个单键的 RGB 真的非常的提气哈。但是手一摸上去，哇，这键程这个回弹，不开玩笑的说，和我的这台小新 Pro 14是差不多的。虽然我刚才夸了熊猫的配色非常好看啊，但是呢，你们看粘指纹的现象也是比较严重的啊。好在这个指纹是比较好擦的，也基本上算是通过了我设置的极为严苛的在笔记本面前吃粉的测试。然后这台机器下本的地方，你看它这个地壳和 A 面一样是镁铝合金啊，非常的下本，给人的感觉就是贵，这个机器很贵。然后整机的外观部分不用多说了吧，这个骚气的尾灯，哇，蓝紫色的这个配色真的很赛博朋克啊，每次我都觉得值回票价了哈。不过如果这个尾灯可以在控制中心里面去控制它的颜色的话，我会觉得更完美了。机器的摄像头和麦克风的表现如下：4块。真的好好喝呀，you know，我从小就是喝什么巴黎水啊、依云啊之类的，这个4块，真的好好喝美薯冰醋。这台是我在14寸 Windows 笔记本里面听过最好的一个扬声器，但当然那个是在幻14入手之前的一个结论啊，但是也真的非常不错了，你们听一下吧。
但是呢，对我要说但是了，就是这台机器的这个音响啊，在我剪辑视频的时候，声音经常就会断断续续的，会有那种撕裂感啊。我也不知道是驱动的原因还是硬件的原因，反正我在卸载重装驱动，然后软件更新、重装、关闭纳美音效等等等等都试过了以后，在用 PR 剪辑视频的时候，还是会有声音撕裂的现象发生。戴耳机啊，或者说外接音响就没有，我也不知道是为啥哈。然后人挺上火的，我就用剪辑的方式让你们跟我一起难受一下吧。最后就是还是求求你了，微信更新一下吧，求你们了。接口部分我太意难平惹，一个雷电4，一个20G 速率的全功能 C 口，一个20G 的 A 口，一个 HDMI， 还有一个耳机孔，只有这几个接口。其实它的规格啊都懂啊，很顶，少了一个 A 口。少了一个 TF 卡槽，就导致我在用这台机器和婷姐在一起玩双人成型的时候哈，我的那个手柄因为是用蓝牙接收器的嘛，所以说插不到2个手柄，没办法玩双人成型。或者说我在用相机，这台拍我的相机直播的时候啊，相机的线插在一个 A 口，那我就没有地方去插我的 USB 麦克风了。所以呢，给它配一个拓展坞真的就是必选项了。重量部分就得夸一下了，这个机器裸机是1.7千克重，适配器是700克，它整个一个铝芯的重量不到5斤啊，比我那个拯救者 Y910P 的裸机还要轻啊，这个就真的如果女生背起来就毫不费劲了啊。爱你不是我的错，是你太帅惹的祸。爱你不是我的错，是你太美惹的祸。第二，性能，开启狂暴模式，电源性能，风扇自动，不垫高，全球最专业的 Master 走一个啊！总得分165万分 ，CPU 接近80万分，显卡40万分，内存14万分，硬盘接近30万分。没有概念的话，我上个表，居然超了几台16寸的正统游戏本啊！长到美编。223测试 CPU 1390H 单核2038分，多核20033分，同样是1390H 的16寸的幻视6和天选。都望尘莫及 ，Newbility。Times by 测试显卡，这个单烤85瓦的4060肯定就比不过其他高功耗的机器了，得分9225分。不过啊，没有关系，因为体现到游戏上面来说，它并没有一个明显的滞后。赛博朋克2077全高特效 2K 画质，光追次高 ，DLSS 次高能够跑到46帧，1080P 是69帧，落后16寸的满功耗游戏本在10%到15%左右，微微落后。125瓦的幻视4，在落后其他本子40-50%的功耗的时候有这个成绩，我不知道你可以接受吗？我反正觉得还是很可以的啊。地平线5全高画质，高光追不开 DLSS 2K 能够跑到76帧，1080P 93帧，可以齐平16寸的大哥们和幻视4了，表现非常的不错。网游部分，英雄联盟 2K 分辨率，最高大值花乱斗 2K 平均帧226帧 ，CSGO 全高特效 2K 画质下可以跑到318帧，基本也持平了16寸的大哥们，并且领先了幻视4，毕竟单核性能要强了一截嘛。生产力部分再次强调下，我就是一个影像工作者，所以说我平时的工作主要就是 PR 的剪辑视频以及 Lightroom 的修图，那么我也只测试了这2个软件。我们先说一下剪辑的部分哈，用这台机器剪辑现在正在拍摄我的这台索尼 ZV-E1 拍摄的 4K 60帧，然后200兆码流的 H.265 10比特422的高规格素材，即使是全分辨率在时间线上预览也是可以的，流畅丝滑，2倍速预览也是可以的，4倍速也是可以的，直到内存撑不住的时候它才会开始卡。然后我再给它加上什么字幕啊、调色呀、过渡啊、音效等等的剪辑步骤加深了以后，还是可以全分辨率2倍速来预览哈。真的非常的强，英特尔的 CPU 的机器，我每次都要强调一下，他们在剪辑视频时实时的视频编解码的这个加速上面来说，真的就是。但是有一个细节，就是从任务管理器核显的负载可以看出来，我在剪辑 H.265 的素材的时候，核显可以很好的提供解码的加速。What？ H.264 这种老规格的反而不行了，每次预览的时候核显就明显在摸鱼了 ，CPU 动不动就开始100%的负载，然后开始卡了，就是为啥？为啥英特尔最难剪的 H.265 的素材你都可以剪了，H.264 这种老规格的素材，反
反而不行，我真的很费解。导出一个 4K 30帧40兆码率的视频，就是平时我上传的这种，用时是203秒，在这个以独显性能为主的环节，大概能够站在4060的本子中间，还是很不错了哈。用 Lightroom 在批量修图调色的时候，最吃的是机器的 CPU， 其次是内存。CPU 我倒是不担心，我批量对104张2400万像素的 RAW 格式的图片进行调色、剪切、降噪等等操作都不会卡。倒是这个内存一直顶着红线啊，如果图片太多、修图步骤太多的话，还是会卡。加到32G 应该会好很多很多。用同一个调色参数套在这104张图上，并导出，耗时只用了240秒，成绩很好。总的来说，这台绝影14啊，去应对2K 画质的3A 大作，以及我的这种比较重负载的4K 视频的剪辑和中等负载的修图，都可以很好的应对啊。如果你的工作的负载要比我的这个还要再重一些的话，扩展内存吧，相信我。第三，散热扩展和续航。单烤 CPU 75瓦 ，GPU 89瓦，双烤 CPU 27瓦 ，GPU 85瓦，共计是112瓦。看得出来，这个微信的调度还是以保那个显卡的性能为主哈。总功耗其实已经算是比较高了，但是奈何有幻14这个双烤可以达到137瓦的奇葩存在啊！绝影14比幻14宽了1厘米的机身，理应有更好的空间去做散热。但是综合各项数据下来，我觉得幻14还领先了一些，而且好像有些项目还不少，不应该。然后有网友说这台机器它其实是可以解锁140瓦的双烤功耗的啊，我去学者贴吧大神的教程去搞了一下，没成功啊，反正就这样子用吧。你们也能知道这台机器在不折腾的情况下大概是一个啥样子就行了。如果你成功了的话，欢迎你把你的一个烤机的数据和你的经验分享在评论区。双烤10分钟以后，绝影的键盘最高温为49.8度，比幻14凉快了一点点，但还是比较热哈。人耳的位置噪音51.7分贝，吵。安静模式下用它去看视频呀、码字呀，体验是最好的，因为风扇基本不转啊。只是风扇不转的代价就是机身还是会比较烫啊，这个看你们自己是怎么抉择。然后扩展性上就是这台机器最大的一个亮点了，因为它是目前14寸的小钢炮机器里面唯一一台2条内存都可以扩展的，能随时扩展到32或者是64GB。我相信这个对于像我这种啊有生产力刚需、对内存特别有硬需求的人来说，还是有它自己独到的吸引力的。然后呢，还是提醒一下，如果你只是想把机器扩展到32G，那么像幻14啊，还有今年出的很多的14寸小本子，它都是采取的板载16G的策略，你也可以很好的加到一个32G的状态。这个反正还是看你们自己。另外说一句，内存的频率最大只支持到5200兆赫兹，在卖掉原装内存的前提下，32G 的扩展成本只需要300块钱左右，64G 需要800块钱左右。生产力为主的同学可以自己按需扩容。然后硬盘它最大是支持2TB哈，之前有朋友也私信过我说4TB 的硬盘插进去了识别不了，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啊。还有就是提醒一下，它最好不要上那种双面颗粒的硬盘，因为机器你看嘛，还是比较薄的哈。上双面颗粒的硬盘，它没有办法在后面加装那个散热片。那如果像这种小机器硬盘一旦过热，掉速小事情，对吧？但是万一掉资料、掉盘，就麻烦了，好吧？我去年在用 Y9000X 的时候，就遇到过不下10次这种问题啊。它掉盘了以后读不到盘，那像我工作很紧张的时候，我就必须把机器放在那儿，等它自然晾干个10几分钟啊，让它凉下来以后，才可以重新读到硬盘里面的资料，很蛋疼。然后续航部分也是一个亮点啊！我去年在用英特尔 CPU 的机器的时候，其实并没有在续航上面抱任何的希望，但是今年我之前用的那2台13900H 的本子都直接霸榜了哈。这台14寸小是小，但是也挺屌的。打开省电模式，关闭独显，屏幕亮度中，在看网页、听歌、码字、看视频等综合使用下来，可以用到330分钟才没电黑屏，5个小时以上的低负载续航已经基本杜绝在外使用的续航焦虑了，很好啊！这台机器它支持100瓦的 PD 充电，好事情，对吧？但是这台机器的 PD 充电器一插上去，我也不知道是为啥啊，
打个 CSGO 都卡的也成那个 PPT 了，然后剪辑视频也是卡的不要不要的，完全不能够正常的工作哈。反正我反复测试了很多次哈，也是一样的，就很卡。我插上我的 PT 充电器以后，有懂的同学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一下，好吧？第四，控制中心。我之前的视频很少会提到一台机器的控制中心啊，但是这台微星的 MSI Center 真的让我摸不到头脑。首先就是独显直连和混合输出不能热切换，每一次我都需要重启它才可以啊。然后最后一个也是最难受的一个就是卡。我把这个控制中心打开以后啊，上面的这些选项点多了以后，经常就会莫名其妙的卡，知道吧？但我现在尝试给它拍出来哈，我也不知道这个机器最近是咋了，就是好像在强忍着，我一旦把摄像机拿到它的面前，它就会忍住，就是不卡。但是，一旦是相机拿开，我是不是用着的时候，就会开始卡，而且这种卡顿是你在这个地方是关不掉的，你只有进任务管理器里面强制才可以给它关掉。这个控制中心的种种问题，我也不想再多说了，但是加上了刚才的什么音效撕裂的问题，加上 PD 充电逻辑的问题，就真的啊，让我觉得微星啊，软件更新，求你了，微星！以我总结，我首先要承认这台微星的绝影14，它吸引我的首先就是这个一流的硬件啊，设计、做工、配置，但是它劝退我的偏偏就是软件。我给它的评价就是它本来可以卖得更好的。首先，外观炫酷，做工质感上乘，性能足够强大，影音类生产力也因为英特尔 CPU 和最大64G 的内存可以变得更有想象空间。像什么键盘不够好啊、粘指纹啊，还有上巴下巴比较宽大这些，其实都是可以克服的点。但是呢，它 i7 版本的那个脱离了群众的定价啊，以及这个稀烂的软件适配，再加上它的散热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，就让它沉进了机海吧，我只能这么说。就连我哈都是在看别人的幻十4的视频的时候，在下方的评论区才发现，哎，10999的档位还有这么一台机器。啊，怎么说呢？现在微星的笔记本端的这个业务啊，好像是为了保住他们在 PC 整机 DIY 的那个端的业务，保持这种高端的形象，而让笔记本要刻意有一个高端的定价，这种感觉。再结合一下今年微星的整个一个定价呀、宣发等等的这一系列的动作，就真的我个人觉得啊，它很难再去和其他的一线的厂商去抗衡、去斗硬了。但是呢，就绝影14体现出来的这个产品力啊，我觉得微星完全可以再搏一搏。但是这一次，对不起了，星子，我又要把你送到海鲜市场了。OK， 这就是我对这台来自微星的绝影14的使用体验了哈，又是一期超级长的视频。幻14的视频我之前不是也发了吗？你们感兴趣的可以戳我的主页去看。开了这2期视频，你们一定也就知道自己到底会选哪一台了，好吧？欢迎你们在评论区把你们的用机的场景、用途、预算，以及你们最后在幻14和微星绝影14，或者你们觉得哪一台14寸的机器里面最合适，选了哪台？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交流，好吧？相机索尼A7M4，以及正在拍摄我的索尼 ZV-E1，还有游戏机啊 ROG 的 Ally 还没有更新。你们最想看哪一个产品的我的体验视频？也欢迎在弹幕或者是视频下方给我留言，好吧？我都会去看的。那么，如果你们想看更多好玩、好笑又骚气的科技数码视频，再看一眼这个灯吧，应该卖了。哦，太骚了，太骚啦！拜拜。